在我们东北农村，现在已经将近零下40来度了。看评论，还有南方的朋友在穿短袖，还在20多度呢。南北差异真的是太大了，这温差得有个60来度。这冻白菜冻了一宿，也是冻得当当硬，都老结实了。给它收起来，到时候吃的时候直接烫一下就行。前段时间看全网都在做1米的糖葫芦，随口就说了一嘴，胖回来就顺路买了好多水果，说要给我来一个超大的冰糖葫芦。看这2大兜子水果，咱也不知道他要做一个多大的。他去找工具，我先把这个水果给洗切。看这一大盆子，又是水果又是青椒萝卜的，咱也不知道他要做个啥样的。在后院找了半天，找了一个钢管回来，说用它穿糖葫芦用。这家伙得给我吓一大跳，这也忒大了。先给它切一截，裹上一层保鲜膜，就准备穿了。这一盘子是5颜6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一会儿我们看看穿出来是啥样，会不会很惊艳？都穿好了，就准备开始浇糖了。先来熬一个糖稀，来点白砂糖，兑点水，给它咕嘟个一会儿，冒泡了沾一下试试，能挂住的话就直接可以浇了。两边都给它反面浇一下，浇透了就可以拿出来冻了。这冰糖葫芦有点忒大了，扛都扛不起来，只能给它抬出来。这温度的话，一会儿就冻住了，踩一个梯子上去尝一下。这山楂是最经典的，是酸酸甜甜的，大的这个还有点没冻结实，再给它多冻一会儿。现在我们这边最低气温已经到了零下38度了，你们那边现在都多少度了呢？这糖葫芦是下雪前做的哟，明天我们继续更新。倒计时还有17天就要过年了，东北入秋之后就开始各种的囤菜，囤完猫冬的，现在又要囤年货了。带大家看看东北囤年货有多疯狂。一早先把这棚顶上的雪给铲铲，这就遮的屋里是黢黑的。这阴天的时候，屋里恨不得都要开灯了。这屋里烧的也多，现在棚顶上都有点化了，都是冰渣子，给它铲下来。添点煤，把年货给我奶收拾好，把昨天的这个牛头跟猪头都装起来，然后给我奶送过去。这些都是准备过年要吃的，提前给它做出来，然后过年的时候家里来个亲啥的，吃着也比较方便，热一下或者炒一下就能吃了。哇，这个门上这一层，奶睡觉呢。就提吧，你那牛头一边就剩眼睛了，别的都嘎的了。你别往那里放啊，动手吧，别走啊。回家一看，这时间还早，做板豆腐出来，看看能不能做成功。提前泡好的这个豆子放在绞馅机里边，然后给它加点水，多打一会儿，给它打碎了，再用这个细纱布过滤一下这个豆渣。开始上锅熬，先开个大火，把上边这一层沫子撇掉。这一边熬一边给它咯楞个几分钟，不然的话容易糊锅。倒出来再晾个8分热，上边结上一层豆皮儿，就可以点卤水了。点卤水这一点很关键，是一边滴的，然后一边给它咯楞着。点完之后盖上一个盖儿，给它焖个15分钟左右。等结豆花了，就可以倒在这个模具里了。
最后上面再压上一个重点的东西，然后1小时后就成型了。我压的话时间比较久一点，这豆腐都已经凉了，我们打开看看咋样，应该还算成功。给它分成几个小块，然后留一块出来吃，剩下的话就都给它囤起来，留着过年的时候再吃。你们觉得我做的这个豆腐咋样？是不是还算成功？好像就是有点压薄了。东北农村猫冬半年，并不是说猫在家里就不出门了。早上天刚刚亮，收垃圾的大爷都已经来了，这会儿家家的烟囱也都开始冒烟了。这猫冬生活马上要过去一半了，带大家看看东北农村将近零下40度的天气，赶大集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带南方的朋友看看这冰天雪地的大集都卖些啥？看这天得有多冷吧！这越往北走，这树瓜是越厚。这大集上的人依然也是乌泱乌泱的，越来越有那种过年的气氛了。看这一车的冻梨就跟那个黑煤球似的，都是成车的卖。这边的温度的话，比我家那块的温度还要低，真的是越往北走越冷，真的就是跟在冰箱行走一样，比冰箱的温度还要冷，个个也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还是老样子，咱先去溜达一圈看看，然后一会儿再买。看这一地的冻水果，什么花红啊、冻梨呀、冻草莓呀，还有大大小小的冻柿子、黄桃。旁边还有一车的这个冻的苹果梨，冻的好像还不是特别黑。这边还有这一地的冻鱼，还有冻豆腐。这个冻豆腐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一车的卖。像这么冷的天的话，想吃一个新鲜的菜呀、水果啥的，在这大街上根本你都见不到，只能去超市呀跟菜店才有。室外的话也都是卖的是一些冻货。这边也都是一大片卖肉的，我奶说想吃牛头跟猪头了，赶个大早来选，一个牛头，然后带4个蹄子，这盖是特别的大，差不多是花了300来块钱，4块5一斤，这也都是现杀的，看还都是冒着热气呢，这绝对是新鲜。旁边正好这羊蝎子看着也挺不错的，也是一早刚杀的，13块钱一斤，称了一下是70来块钱。再来一个小点的猪头，花了90。我们这大件也就差不多买完了。上次赶大集是囤了600来块钱的肉啊啥的，差不多也吃了有1个来月了，还有好多，暂时也就先不买了，到年根的那2天再买。往前溜达溜达，现在是离过年越来越近了，这大集上也都开始卖年货了，越来越有那种感觉了。哪个红？还有这个，蓝豆花，在那10块了，也在那10块一斤，也在那10块了，也在那10块了，也在那10块一斤，也在那10块了。这逛了2圈，实在是忒冷了，这腿跟脚都快冻得没知觉了，赶紧往出走。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来买牛头跟猪头来了，任务也都完成了，装车回家。算了一下，今天一共是花了500多一点，还行。你们觉得咋样？这大集的物价高吗？下边烧火，上边睡人，温度能达到70多度。南方人所谓的铁板烧，在东北农村零下30、40度，大多却都靠它取暖的火炕都睡过吗？就是这屋里边灰太大了，太干了，天天都要擦个2遍。看早起先拎桶煤回屋给添上，这个点的话，家家的烟筒也都开始冒烟了。这屋里边烧的那么暖和，也几乎全靠它了。现在天也冷，得多添一点。洗个脸，化个淡妆，一会儿盼我俩上街去溜一圈。现在我们这边最低气温已经接近零下40来度了，这天是越来越冷，出门就更难碰到人了。看这路边的树上都已经结树挂了。
上街先去我姨店里溜达一圈，把东西给放下。这个柜门给掉下来了，然后借个电焊给它焊一下。这2天这天是特别的冷，现在也离过年越来越近了，但是街上这人也都开始多了，都在忙活着备年货了。我俩也去超市溜一圈看看。这个超市的话，可以说是我们这边唯一的一个大超市，卖的东西啥的也比较全，买点菜啥的，一会儿回家涮火锅吃。够了，再挑点别的。不行，行。人还挺多的呢，今天。我还纳闷你咋往回走呢？往前走。眼睛都看不到了。看这天得有多冷吧？出门个2分钟，这菜都已经冻了。从天冷之后，只要胖仔家，我家这洗洗涮涮的活也都被他给拦下了。我去外边拿2块冻豆腐，结果这胖回头给我来个不注意，这也忒凉爽了。还好今天喷了这个定妆喷雾，不然是直接化妆了。回屋上炕就开饭了。南方的朋友认为我们的火炕跟铁板烧一样，其实好像也差不多，但是也不能烧的忒多了，不然真成铁板烧了。上去之后是真的烫脚，更别说是睡觉了。冬天的话，我们也是经常在炕上吃饭，主要也是为了暖和。这都已经化完妆5、6个小时了，干了这么多活，还吃了个火锅，这脸上的妆容还是那么漂亮。像我们炕上的话，铺的也会有炕葛，吃完饭我们也都会收拾完擦个2、3遍，所以也不用担心在炕上吃饭脏乱呀、有味儿啥的。生活成本最低的地方，可以说就是我们这儿了。前1、2天赶大集给老太太买的这个牛头啊、猪头啊是超便宜。我们位于黑龙江黑河底下，这边的物价可以说低到让你无法想象。先用这个喷灯给它烤去毛，然后给它咔哧咔哧，这个牛角跟蹄子这一层外壳也给它扒了，然后端屋里边把这一层黑给它刷一刷，多泡一会儿去里边的血水。买的这个超大的牛头加4个蹄子，4块5一斤，还有一个猪头是6块钱一斤，最便宜的还有4块5一斤的。我们去的时候都有人给订走了。这羊蝎子的话是13一斤，也都是现杀的，2大麻袋是花了500来块钱。看评论，好多朋友都说这物价太低了，是真便宜。说实话，这边的价格是真挺低的，像牛肉是24.5一斤，猪肉的话是10块11，小鸡儿是130只，大鹅是110只，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超级便宜。像夏天的时候，这早市大集呢就更便宜了，茄子呀、黄瓜、豆角子、西红柿，像这种应季的菜才几毛钱一斤。还有好多也都是自己家小园里种的，然后拿出来卖的，那就更便宜了。这猪头跟牛头焯完水，给它清洗个2遍，放锅里烧火开始咕嘟着。今天的话是2个大锅一起上，外边一锅猪头，里边的话烀牛头。然后这会儿也没有啥事儿，那烧火给它咕嘟着就行，没事儿可以娱乐娱乐。咕嘟了差不多4、5个点，这牛头都已经脱骨了。今天还是这群老爷们做的，我哥这手艺是嘎嘎好，看这色儿都老有食欲了。先捞出来点切吃着，剩下的再给它在这个锅里焖会儿。烫吗？你看看。小把肉烫了，你就下午。好，中了。快黑炭，快黑炭，跟着去，快去！应该挺有味儿。哎呦，把黑炭馋的。黑炭。现在临近年底了，也都开始不咋忙了，身边的朋友啥的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回家过年了。没啥事儿，大家也都坐一起聚聚。你们过年都回家吗？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吗？在中国东北的广袤乡村里，春节是1年中最重要的时节，而在春节前夕，大集更是这片土地上最具人间烟火气的盛会。
无论身在何处，每当人们提到东北农村的大集，那股热闹的气息似乎就会从记忆深处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承载着年货的采购，更承载着对团圆和年味的期待。东北农村的大集俨然是乡村生活的缩影，承载了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乡土情怀。近年来，东北农村的大集上涌现出了一种特别吸引眼球的美食——1米长的冰糖葫芦。冰糖葫芦早已是中国传统小吃的代表，但这1米长的创意却在东北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红彤彤的山楂一个接一个穿成长长的一串，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糖衣，在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串红宝石。这不仅仅是一种零食，更是东北人热情奔放性格的象征。它让人们在大集上驻足观赏，也让孩子们欢呼雀跃。一口咬下去，糖衣脆裂的声音伴随着山楂的酸甜口感，瞬间唤醒了对童年的记忆。1米长的糖葫芦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年味的仪式感，成为东北春节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然而，在东北的大集上，美味绝不止于糖葫芦。牛头肉和猪头肉是每年春节前大集的重头戏。这些食材在东北人心中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年夜饭中不可或缺的硬菜。整颗卤煮的油亮的牛头肉浸透了浓郁的香料和酱汁，筋道的肉质让人一看就忍不住垂涎，而猪头肉则肥而不腻，经过老汤的反复炖煮，每一块都香气四溢。猪头肉切成薄片，蘸上东北特制的蒜泥酱或辣椒酱，再配上一碗烧刀子酒，是东北年夜饭餐桌上的经典搭配。这些传统肉食不仅美味，更象征着丰盛与吉祥。人们相信买回家一颗猪头或牛头，意味着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好运连连。在热闹的大集上，还有一种看似普通却极受欢迎的年货，那就是手工豆腐。这些手工制作的豆腐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既嫩滑又充满豆香，和城市超市里冰冷的工业豆腐完全不同。豆腐匠们用传统的制作方式浸泡、磨浆、煸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匠心。大集上，豆腐一块块整齐地码在木板上，雪白的颜色在各种年货中显得格外显眼。无论是凉拌、炖煮还是炸制，每一种做法都能让它成为春节餐桌上的亮点。一些人甚至会买上几十块豆腐，回家腌制豆腐干、豆腐乳，留作年后的食物储备。但东北农村的大集不仅仅是年货的聚集地，它还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物价之低令人惊讶。在许多大城市，春节期间的物价往往会飙升，而在东北农村，无论是肉食还是蔬菜，价格始终保持在一个低廉的水平。比如，一颗炖得入味的猪头肉，在城市可能要卖到几百元，而在农村大集，仅需一半的价格，甚至更低。手工豆腐、农家酱菜、杂粮和笨鸡蛋，这些地道的农村年货，价格都低到让人不敢相信。这让人不禁思考，在中国经济整体下行、城市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为何东北农村依然能保持如此平稳的生活状态？答案隐藏在东北农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中。首先，东北农村的自给自足能力极强，这里土地肥沃，农作物丰富，大米、玉米、土豆几乎可以满足全家的口粮需求。家家户户都种植蔬菜，有的还养鸡、养鸭，甚至养猪。这样的生活模式让他们即使在物价波动或经济困难时期，也能保证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次，东北人的生活观念朴实而务实，他们不追求奢华和炫耀，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在春节前的大集上，你能感受到这种实用主义的氛围。人们购买的年货都是生活中真正需要的，牛头、猪头肉象征着对团圆的期待，手工豆腐和咸菜则是年饭的配角，既便宜又实用。这样的消费方式让东北农村的居民很少会感受到经济压力。另外，东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和邻里文化也在经济下行中起到了缓冲作用。在这里，乡亲之间互帮互助，农产品交换，自家生产的物品分享非常普遍。这种亲密的社区关系让许多农村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了依赖金钱交易的需要，同时增加了生活的稳定感。最后，东北农村几乎不存在房贷、房租等城市居民面临的高昂经济负担。这里的住房大多是祖辈传下来的自建房，
宽敞而舒适，没有房贷压力，也不需要支付昂贵的物业费。这样的生活环境让东北农村的家庭拥有了更多的财务自由。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在下行，东北农村却像是一个避风港。在这里，人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过着最安稳的生活。他们或许没有城市的繁华，但却拥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满足感。春节前的大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好体现，它浓缩了东北人对新年的期盼，对传统的坚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当你下一次漫步在东北的农村大集上，感受着热闹的场景，品尝着冰糖葫芦和猪头肉，或许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是年货的集散地，更是一片滋养心灵的土地。在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变化的时代，东北农村的简单与稳定，像是一种不被时间侵蚀的生活哲学。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幸福或许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东西，只需要一片可以依靠的土地，一个温暖的家，以及一个充满年味的春节。